欢迎来到血红医院，目前存活18人，允许生还1人，请坚持活到最后。喇叭声震耳欲聋，我猛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对面的墙壁满是血渍，写着密密麻麻的规则。血红医院规则如下：一病号符上记录着您的编号与个人信息，请牢记。2医院2层为病患行动区，请勿擅自离开，否则将当场死亡。3、2层共有5个科室，每个科室均有1位医生，负责介绍本科室的项目。4，请在15分钟内完成5个科室的项目，顺序自选，不可重复进入同一科室，不可超时，违规者将被淹死在福尔马林中。5，请勿攻击或伤害科室内的医生，否则将当场死亡。6，单一项目最多同时支持6人参与，若人数超过，该科室内的人员将全体抹杀。7，全部项目完成之后，方可获得终检资格，请乘电梯前往第3层，迎接最后一关。一字一句读完规则后，喇叭里传来了刺耳的倒数：10、9、8、7，生存游戏正式开始。我下意识地抓起衣角，果然发现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17号一山，28岁，胃癌晚期。记忆涌进脑海，我终于想起了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我是一名癌症患者，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生命。本以为剩下的人生只能默默等死，医生却突然神秘地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们正在进行一项秘密实验，或许能彻底消除你的病症，但也有更大的可能让你当场死亡。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在下班时间联系我。我没有丝毫犹豫，当晚就拨通了上面的电话，随后被接上一辆老旧的面包车。再一睁眼，我已经到了这里。听喇叭通报的意思，这里似乎还有17个和我处境相同的患者，去争取仅有的一个存活机会。感受到压力颇大，我重新聚精会神，阅读起墙上用血写就的规则。病房大门猛地打开，露出一条漆黑昏暗的走廊。循着微弱的灯光，我摸到了走廊里，隐约之间看到左右两侧同样站立着10几道人影，从不同的房门中走出。其中有男有女，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个子不高的小女孩。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他们就是我在这场游戏里的对手。而在走廊远处的另一端，挂着5道斑驳的门牌，分别写着眼科、呼吸科、血液内科、放射科、神经科的字样。按照规则要求，需要在15分钟内完成全部5个科室的项目。没人知道这些项目需要消耗多少时间，所以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众人纷纷行动起来，马不停蹄地奔向第1个科室。眨眼间，距离人群最近的眼科和呼吸科被迅速占满。我跟在剩下5人的身后，也一同钻进了第3位的血液内科里。显然，面对完全未知的环境，没人敢一上来就单独行动。科室内的状况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并没有各种抽血的仪器，反而极其简洁，只有一张干净的长桌，上面摆着7个又细又高的杯子，杯子内盛满了黑红色的液体，像是放了很久的血液。医生坐在桌对面，平静地讲述着规则。如你们所见，这里摆着的是7杯人血。接下来，你们有10秒的时间进行选择，指定其中1杯，并在半分钟之内将它全部喝光。喝不完的话，就请永远留在血液内科，做新的血源。对了，这7杯人血里只有5杯是正常的，喝下去可能会有些不适，但好歹不会死。不过还有2杯是眼镜蛇毒患者的血液，里面充满了剧烈的毒素，喝完之后将当场致死，我们一般称之为毒蛇之吻。选择开始，祝你们好运。医生的话音一落，众人纷纷开始观察。我也凑到前方，仔细审视着这7个杯子里的血液，色泽几乎完全相同，粘稠度也看不出多大的差异。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也别无二致，不管是外形还是气味，都像是复制粘贴出来的一样。毕竟没有学过任何医学专业知识，别说10秒了，就算再给我10分钟，或许都看不出任何破绽。血液内科内气氛焦灼，每个人的神情都相当紧张，甚至有人已经流起了汗。但10秒的时间转瞬即逝，就算看不出哪杯是毒蛇之吻，也必须尽快做出选择。我深吸一口气后，选择了最右边的1杯。不管抽什么东西，我都喜欢从头尾开始。6人全部站定之后，医生开始了计时。选择完毕，接下来的半分钟，请把它们喝光。没有半点犹豫，我提起眼前的长杯，扬起头颅，把里面的血液使劲地灌进喉咙里。粘稠感让人喘不过气，但我不敢停下来，一边吞咽，一边摇晃着杯身，生怕杯壁上残留了太多，被判定为失败。昏昏沉沉之下，好不容易才喝到了底。可就在看到杯底的一瞬间，我愣住了，上面居然刻了2个细小的文字：常规。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是代表正常血液的意思吗？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杯底的外侧，居然同样摸出了浅浅的凹痕。疑惑之际，身旁突然传来一道刺耳的尖叫。站在我左边的长发女人突然扔下手中的杯子，躺到了地上。她紧闭双眼，死死地捂着喉咙，仿佛被人掐住了脖子，五官凝作一团，显然极其痛苦。女人不停微张嘴巴，不知道想要说什么话，却无论如何都吐不出半个字。科室内一片骇然，所有人都又喜又怕。
怕的是这毒蛇之吻的毒效太过渗人，看得人心惊胆战，后背发毛。喜的是别人喝到了毒血，那自己就安全多了。我喝完自己这杯之后，悄悄地凑到女人身边，瞥了一眼她扔开的杯子，果然在杯底上刻着和我不同的2个字：蛇毒。看清那2个字后，我感觉脑子一震。这并不是一场纯靠运气的游戏，看似毫无破绽，但其实线索就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所有人都在纠结血液本身的性状有何不同，却没人去抬起杯子摸索一番。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也许早就有人发现了，但并没有表现出来。这场游戏只有一个人能活到最后，每个人都是互相的对手，谁不希望对手死快些呢？想清这点之后，我也赶忙深吸一口气，尽量平复心里的波动，避免脸上露出什么表情。毕竟血液里满是腥味，不少人都是捏着鼻子闭着眼喝的，很难说到底有几人发现了藏在杯底的秘密。在黑暗的信息丛林里，知情者越少越好。血液内科项目第1轮，6人参与，1人身亡。待所有人喝完之后，医生拿出一个印章，你们的运气不错，居然轮空了一杯毒血，过来盖章吧。病号符上盖满5个章，才能进入别的楼层。走出血液内科后，我再度听到了喇叭声。实时通报，15号死亡，目前存活17人，允许生还1人，请坚持活到最后。而此时的眼科和呼吸科仍然紧闭着大门，进行着各自的项目。如此看来，各科室项目的时长消耗并不一致。血液内科这样的，或许是最迅速的吧。既然前2个科室没法进去，为了尽快完成所有项目，我们只好把目光挪向了更加靠后的科室。一个头发略微泛白的瘦削男人选择了独行，不动声色地走向了最远处的神经科。我扫了一眼他衣角的编号，居然是排在我之后的18号。而包括我在内的剩下4人，则是不约而同地按照顺序一起走进了第4个科室——放射科。狭小的屋子里热气腾腾，排列着4个长方形的铁箱，整整齐齐，不像是 CT， 也不像是 X 光，反而像是火葬场里的焚尸炉，让人不禁眉头紧皱。而这里的医生竟和血液内科里的那位长得一模一样，他用着同样平静的语气介绍这里的规则：这里是放射科，半分钟的简单观察之后，你们需要各自选择一个箱子，躺到里面等待命运的审判。其中有3个是正常的放射扫描设备，可以检测你们的身体情况。还有1个是我们去隔壁火葬场借来的焚化箱，最高火温900摄氏度，可以轻松融化人体。如果各位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宣布观察选择计时开始。听完医生的话，我忍不住捏了把汗。这一次没有轮空的说法了，我们4个人一定会死1个，而且是被900度的高温活活烤死。在狭小的箱子里，连挣扎都做不到，没给我们平复心情的机会。倒计时已经开始，医生掐着表，冷漠地看着我们4人。仿佛在审视接受实验的小白鼠。为了抓紧观察的时间，我们管不了医生的目光，只能赶紧走到箱子附近，像是有无言的默契般，都在悄悄寻找潜在的生机和线索，在每一寸铁皮上聚精会神的扫视。但仅从外表上看，无论是形状、材质还是做工，它们都没有一丁点区别。可就在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一位鹅蛋脸的少女居然迅速做出了选择，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和摇摆，从表情上看也没有经过什么思考，念了句点兵点将，就直接躺进了第2个箱子里。医生发声，7号已选定。看得我微微一愣，这是纯运气选手，在上一关的时候真就没看出一点不对劲的地方吗？而另外2人显然也被他搞乱了阵脚，本来都在各自思考，一下子变得有些慌乱起来。若是被少女莫名抢先拿走一个安全席位，那生存的概率就更小了。我左手微微发颤，忍不住扶了扶眼镜，也在绞尽脑汁对比着4个铁箱，想要翻遍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可30秒的时间，我根本搜索不出任何答案。紧张的大脑迅速充血，我忍不住抬头吸气，缓解压力。可却在不经意的一瞥中，看到了一份猫腻，来自于天花板。天花板上竟有一块不小的红斑。大家都在紧张地观察地上的铁箱，根本没人有时间注意头顶。而秘密很可能就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我屏住呼吸，尽力掩盖自己情绪的波动，悄悄退后一步，弯曲膝盖，暗中观察起红斑的位置。瞥了几次之后，终于确定红斑的坐标刚凸好就处在第4个铁箱的正上方，那就是烈火要焚烧的对象。心中有了答案，我立马起身窜到前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1个铁箱，翻身入内。医生的声音响起，17号已选定。剩余的选项越来越少，另外2人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哪怕根本没有看出生机，也只能硬着头皮咬牙硬选。我瞥了瞥他们的衣角，选第3个铁箱的是2号，选最后一个的是12号。待大家全都躺好，半分钟倒计时也刚好结束，4个铁箱同时被紧紧盖上。我闭上双眼，静静等待命运的审判。几个呼吸之后，一股高温之气袭来，屋子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空气中渐渐飘起糊味，耳畔仿佛有焦炭被剥离落地的声音。
有人被活活烧成了渣。放射科项目第一轮，4人参与，1人身亡。铁箱打开，医生冷冰冰地宣布了结果，朝我们走过来，然后盖章。我赶忙起身，回头查看，果然如我所料，这一轮遭到焚烧的，正是选了第4个铁箱的12号。天花板的指示相当准确，所以说只要能找到线索，每一个科室都可以安然通过。我一边思索，一边走出科室，听到走廊里再度响起喇叭声。实时通报：12号、5号、1号、18号已死亡，目前存活13人，允许生还1人，请坚持活到最后。不只是我们这里的死者，其他科室的死者也都悉数爆出。最让我惊讶的，还是之前选择独自前往神经科的18号。本以为他敢做出这样的行为，肯定有什么厉害之处，却没能见到他活着出来。转头看去，走廊最深处的神经科蒙着一层阴翳的霾，总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诡异非常，像一只吃人的猛兽。而另一边的4个科室，除了刚刚结束的放射科外，全都处在检查中的状态。或许是不想浪费时间等待，7号少女一出门就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唯一可以进入的神经科。好不容易幸存的2号则是惊魂未定，满脑子填满了心理阴影，站在原地，扭头向我摊了摊手。这女的进去就乱选，我可不敢跟她一起。她的眼神闪烁，仿佛是在征求我的附和。我思索片刻，点了点头，也没有走进神经科。好在其他科室并没有让我们久等，不到1分钟的时间，3间科室便陆续打开了门，喇叭也进行了新一轮通报。实时通报：3号、7号、11号、14号已死亡，目前存活9人，允许生还1人，请坚持活到最后。听完，我不禁一愣，不只是前3个科室各死1人，就连刚进入神经科没多久的7号也跟着殒命。走廊尽头的神经科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凶险？我咽了口唾沫，略有些发神。可时间紧急，我来不及琢磨想象，只能赶紧进入新的科室。这一次我选了眼科。一起进来的还有熟悉的2号和一个卷发少年，衣角隐约写着4号。房间里空空荡荡，仅仅摆放着3张椅子，椅子上设有脚铐、手铐和麻绳，想必是为了把人完全固定在上面。医生关上门，冷冰冰地宣布着规则：欢迎来到眼科。你们有半分钟的时间观察每一把椅子，并选择其中之一入座。选定之后，会有3根针瞄准你们的眼睛，从墙壁中发射过来。其中有2根会在即将到达你们眼球的时候停下来，而另外1根则会直接贯穿头部，扎出满地白花花的脑仁。各位，请开始选择吧。听完医生的描述，我长舒一口气。被扎穿脑袋是什么样的体验？听着都疼，简直想都不敢想。抱着必须活下去的决心，我赶忙走上前去观察每一把椅子。只可惜和前2次一模一样，乍一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回忆起前2次的经历，我下意识地抬起凳腿看底座，也抬头看了看天花板，没看出任何异样。想来也是，要是科室之间采用相同形式的线索，那这些关卡就太简单了。那么生路在哪儿呢？气氛焦灼，不只是我的心脏乱跳，身旁的2号和4号也变得抓耳挠腮起来。大家都知道科室里存在隐藏的线索，也都知道只要找到线索就能洞悉答案，却根本说不清楚每一关的线索到底会在哪个不起眼的地方。眼看时间1秒1秒的流逝，我只好回顾起前面2个科室的画面，试图找到规律。血液内科的线索藏在杯底，刻下了文字，在喝完血液后猛然出现，而放射科的线索则是在天花板上。2者放到一起，简直天差地别，根本没有相似之处。焦急的情绪在整个眼科蔓延，眼看时间所剩无几，我的额间冒起了冷汗。直到紧张感攀到最高点的时候，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不对，我陷入了误区。在比较2个线索的时候，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变量。血液内科的线索是我被动接收到的，而放射科的线索则是我主动观察得出的。一个是后知后觉，一个是提前揭晓。对待2条线索，我一直采用的是2种不同的视角。猛地吸气后，我展开了新的一轮想象。如果在放射科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抬头，没有发现天花板上的红斑印记，而是凭直觉选择了第4个铁箱，会发生什么？结果呼之欲出，那就是我会在彻底躺平之后，直视天花板上正对的红斑，紧接着便在后知后觉的惊诧里被火海瞬间淹没。猛然发现，原来线索就藏在这么简单的地方。如此一来，2个关卡之间便有了相当清晰的共同点，也就是规律所在。线索总会出现于做出选择之后，面对死亡之前，就像是一种折磨，往往在死前的一瞬才揭晓谜题的答案。选好了蛇毒血，喝了个精光，才在死前看见杯底的提示。选好了焚烧炉，彻底躺下去，才在死前看见头顶的标记。那么再把思路转回眼科，飞针会从对面的墙中射出，刺穿失败者的头颅。死前的最后一眼便是目睹飞针朝着自己快速刺来。
所以线索根本就不会在椅子上，而是在对面的墙体上或者针头上。想清这些关键点，我瞬间变得清醒，紧张感扫掉大半，我迅速离开凳子附近，径直走向对面的墙壁，开始新的观察。一眼看去，倒是没什么异常，并不像放射科的天花板直接有标记出现。于是我赶紧贴到墙上，寻找飞针的位置。可惜飞针没找到，仅仅是摸到了3个细小的孔洞。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藏匿飞针的地方。好在我顺着孔洞往里看去，果然发现了端倪。明明是3个尺寸规格完全相同的孔洞，却有一个的孔壁内沾满了鲜血。孔洞直指的位置，便是最中间的那把椅子。若时间截止，飞针射出，在经过孔壁时沾染鲜血，便会从3根飞针里脱颖而出，变成一根黏糊糊的猩红色长针。随着距离变近，飞针会在死者眼前不断放大，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也正符合科室杀人的规律。想明白一切后，我立马转身回头，冲向最右边的椅子，摘下眼镜，稳稳当当地坐下。医生的声音随之响起，17号已选定。而此时倒计时已经只剩最后5秒，待时间彻底定格，剩下的2人终于掐着点坐下。4号犹豫片刻，抢在2号之前做出选择，一屁股坐到了最左边的椅子上。2号则汗流浃背，紧张到双腿发颤，抠破了眼睛都没能找到半点有建设性的规律，最终只能在医生的催促下，无奈地坐上了中间的椅子，也就是我理论中的死亡之椅。随着医生一声令下，3根银针从对面的墙体中飞射而出，齐头并进，朝我们急速刺来。直到飞针逼近我的眼球时，被一根隐形的丝线拉扯住，硬生生地停在了原地。哪怕知道它不会冲破我的瞳孔，我还是冒出一身冷汗，后背的衣服差点就湿完了。这飞针的压迫感实在是太足了，而我身旁的2号就没那么幸运了。长针毫无停滞，径直扎透了他的头颅，从另一端迸射而出，最终狠狠穿进了身后的墙壁，力度之大，让人啧舌。果然如医生所说，恶心又混乱的液体从前后2个窟窿里不停涌出，白花花的，让人胆寒。盖章之后，我戴上眼镜，强撑着发软的双腿，好不容易走出了昏暗的眼科。实时通报：16号、13号、10号、8号、2号死亡，目前存活4人，允许生还1人，请坚持活到最后。再回到走廊时，整个医院里，除开那些诡异的医生，已经只剩下4个活人。这些关卡实在是杀人不眨眼。面对多次死亡威胁，我如今浑身微颤，四肢发软，心跳飘忽不定。才走完3个科室，就沦落到这样狼狈的状态。想要顺利通过5道关卡，绝对是难上加难。好在我终于在眼科参悟了关于线索的奥秘。后续的关卡里，只要遵循这个原则，应该就能很快破除迷障，找出答案。目前除了最神秘压抑的神经科外，我就只剩下呼吸科还没有去过。在走廊上简单的调整状态之后，我便站起身来，准备前往呼吸科。可就在此时，一只手掌搭上了我的肩膀。等等，扭头看去，4号正努力挤出一丝善意的微笑。你准备去哪个科室？呼吸科。闻言，他的眼里放起了光。我去过呼吸科，或许我们可以合作。合作？我眯眼盯了他一下，规则讲得清清楚楚，不能重复进入同一科室。我没想跟你一起进去。他图摆摆手，你刚才应该是看穿了眼科的线索吧？我略一思索，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于是点点头。见状，他吐了口气，郑重地说道：我认为你是个聪明的人，所以想用呼吸科的线索跟你交换其他科室的线索。听到他的提议，我倒是提起了一点兴趣。虽然他在眼科没有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但也不代表他对线索一无所知。毕竟每个科室的状况不同，总有些人看得出这边，却看不出那边。能连活3场到现在，除了运气逆天的，基本都多少有些分析推理能力。你想要哪个科室的情报？他沉吟片刻，回道：我已经成功通过了呼吸科、血液内科和眼科，还差放射科和神经科没去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也准备把神经科放到最后吧？毕竟那地方挺邪门的，光是靠近就觉得阴冷。所以我想用呼吸科的线索与你交换放射科的情报。听完，我点了点头。没问题，一条线索换一条线索，倒是不亏，各取所需。如果能合作共赢，渡过难关，最后的神经科再各凭本事。不过规则早已讲得清清楚楚，医院的生还者只能有1个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互相的敌人。我和他之间最终注定只能幸存1人。他真的会对我讲实话吗？我扶了扶镜框，仔细盯住了他的眼睛。他目光闪烁，思考几秒后，终于说出了呼吸科的线索。呼吸科里面放着一些密闭式面罩，每一副面罩的口鼻处都连接了一根软管。半分钟的选择时间后，面罩将彻底锁住。软管里输送氧气者活，软管里输送水流者只能活生生地溺死在一副小小的面罩里。而区分生路的关键就在软管之上。如果你找到带有井字符号凸纹的软管，就找到了生机。说完之后，他便投来期待的目光，等待我的情报。
我则是捏着下巴，沉吟了片刻。他的说法听着倒是挺真实的，不像是临时杜撰的胡言，但我也不是小孩子，不可能100%地相信他。简单思索过后，我组织好了语言，缓缓开口。放射科里摆放着一定数量的铁箱子，或者叫方形熔炉。你有半分钟的观察时间，在此之后，铁箱将会紧闭。选错答案的人会被活活焚烧致死。至于生路的线索，其实就在铁箱的外底面。抬起铁箱，看到底部没有红色的斑点，就可以钻进去了。说完之后，他便一脸满足地走向了第4个科室。看着他的背影，我悠悠地摇头。铁箱极其沉重，你就慢慢抬去吧。一抬一个不吱声。随后我轻轻地转身，独自走向了更近的呼吸科。呼吸科的场景果然如4号所说，一个医生在此默默等候，地上摆着2个面罩，面罩的口鼻处连着细长的软管，一直通到后方的墙壁底部。见我进入，医生冷漠地说出了规则：这里是呼吸科，半分钟的观察之后，你需要选择其中一个面罩戴到自己的头上，而这2个面罩，一个连接着氧气管，一个连接着水管，是活下去还是被淹死呛死，看你的造化。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开始倒计时了。说罢，看我没有疑问，他轻轻按动了计时器。我第一时间冲到面罩旁边，拿起来仔细观察，寻找4号所说的线索。简单的看了看左边这根，居然真的让我找到了井字符号。这货说的居然是真的，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好在我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继续看向了另外一根。果不其然，在同样的位置，也有一模一样的井字符号，2根软管根本没有区别。靠，这个阴险小人！真话不可怕，假话不可怕，这种真假掺杂的话才最可怕。他应当是对这一关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探索，所以才对这些细节了如指掌，然后选择了一个无用的共有元素，用来迷惑我。时间紧迫，若是真的信了他的话，发现一处井字符号后，就急忙戴上面罩，自己的命运便完全握到了死神手中。而且，就算他的迷惑没有成功，光是审视这2根软管，就得花掉10秒钟的时间。对于半分钟的总时长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浪费。这个家伙看似客客气气、热情礼貌，心里全是些狠毒的勾当。不过好在我给的情报也同样阴险。尝试失败后，我彻底将4号的说法抛于脑后，开始回顾我自己的解题思路。按照科室规则间的共同规律，我将自己带入到面罩内的死亡视角，想象着后续将会发生的情景。面罩封死之后，会有水流从远处慢慢流出，最终钻到面罩之内，灌满我的口鼻。而线索总是爆发于选定之后，让人眼睁睁地看着死亡到来。最有可能释放绝望信号的，无疑是水管的端口。于是我迅速走到墙边，想要观察2只软管的区别。可惜这里光线极其昏暗，能见度几乎等于0。2根软管隐藏在黑暗中，只能隐隐约约看出轮廓。这还怎么观察？身上就一件病号服，没有手机，没有手电筒，压根没有任何工具能帮助我照亮这里。倒计时滴滴答答，一瞬间，紧张感扑面而来。我罗列着一条条信息，忍不住喃喃自语：面罩、水管、氧气。忽然，一个念头冲到了我的天灵盖，让我忍不住自嘲发笑。光想着看，居然忘了，人类远不止视觉一种知觉。若其中一条真是水管，那经过水流的多次涌动，必定会留下潮湿感和冰冷感。想要区分，一摸便知。果不其然，我2手齐下，俯身摸过去，其中一条干燥清爽，另一条则冰冰凉凉，甚至还留存着不少水渍。线索已经牢牢握在我的手中。实时通报：4号、6号、9号死亡，目前存活1人，允许生还1人，请坚持活到最后。走出呼吸科后，喇叭声及时地响起。和我互相欺骗的4号死在了放射科。不仅如此，所有的闯关者除了我已经全部死亡，而我本人则只剩最后一个神经科未曾涉足。在走廊上趴了半分钟，简单放松了一会儿之后，我慢慢地走进了神经科。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幻想过其中的场景，幻想里面会摆放什么样的道具。VR 眼镜、手术刀，或者干脆放着人类大脑。可最终的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里面除了一位医生孤零零地靠在窗前，便再没有别的东西。惊诧的我正要开口，医生却抢先讲起了规则：欢迎来到神经科，你有半分钟的时间。随后便举起一个秒表，开始倒计时。我目瞪口呆，甚至忍不住搓了搓耳朵，怀疑自己是不是听漏了什么。这就没了。我挠着头看了看医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只有一对毫无感情的童子，这是什么意思？我彻底傻眼了。这半分钟我要干什么？我疑惑地看着医生，却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应。鸡皮疙瘩爬满全身，这一刻我是真的怕了。半句指令，不明不白，这算什么？我下意识地想要逃离这里，转身去拧门把手，可无论如何都没法打开。一个念头涌上我的心间，难道这一关的隐藏要求是逃离这个房间？
门是行不通了，我立马把视线转向窗户。医院的高度是2楼，跳窗也死不了人。可刚迈出几步，我又犹豫了起来，想起了睁眼时看到的总规则：2医院2层为病患行动区，请勿擅自离开，否则将当场死亡。如果我翻窗逃走，算不算擅自离开？纠结的情绪扰得我心神不宁，但我还是赶紧走到了窗前，想要看看窗外的情况。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映入眼帘的竟是看不到底的深渊。这就是传说中的2层，100层都有了，这还跳个屁呀！对于有恐高症的我来说，简直连多看一眼都够呛。又一条路被堵死，我的脑子如麻花一样被拧紧，咬着牙才能缓解部分慌乱的感觉。这一关到底是什么意思？出路又在哪里？半分钟够谁想啊！我紧张的原地踱步，忍不住揉搓衣角，可猛地一瞥，我竟惊讶地发现衣角上的数字变了，写着编号18。我不是17号吗？没记错的话，我曾经和18号打过照面，他在第1轮血液内科结束后，孤身前往了神经科。第2次出现就是在死亡通报里了，而且在看到血字规则的第1条后，我也曾认真记忆自己的信息。17号，一山，28岁，胃癌晚期，绝不可能出错。所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我长舒一口气，狐疑地走向医生，想要给他一拳，试试他的反应，可想了想，还是作罢。无请勿攻击或伤害科室内的医生，否则将当场死亡。不论什么时候，攻击医生都是不智之举。可不知为何，我总感觉这个房间透露着诡异的气息，好像一切都笼罩着一层虚假的外衣。我想要从医生的身上找到点什么，以此印证我对这里的质疑。片刻思索后，我轻轻地贴到医生的身旁，悄悄地解开了他的白大褂。这算不上攻击和伤害，医生也出乎意料的并没有反抗。可当白大褂落地的时候，我还是惊呆了。他的白大褂里面居然藏着一套病符，一股诡谲的空气钻入我的鼻尖，我咽了口唾沫，朝着他的衣角看去，上面分明写着17号，一山，28岁，胃癌晚期。我靠，这他娘的算什么情况？他是一山，我是18号，那真正的医生又去哪儿了？还是说神经科根本就没有医生？或者说神经科乃至于这场规则试炼根本就不存在？一瞬间，无数问题交织在我的脑内，仿佛刮起了一阵风暴，想不通，根本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只能狠狠地咬了咬手臂，剧烈的疼痛总算让我清醒了过来。进入神经科之后，所有的场景无疑都透露着一个氛围：荒诞。如此荒诞的场面，想要用逻辑去盘算推理，实在是难度太大，至少在短短30秒的时间里，绝无可能。根据前面几次的经验，规则不会设置必死之局，所以神经科里一定潜藏着生机。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不停浮现神经科里的一切元素，依然是毫无规律和征兆，荒诞不经，简直像做梦一样扯淡。想到这里，我却突然僵住。梦，有没有一种可能，神经科的考验其实就是一场决定生死的梦？莫名混乱的角色身份，毫无规律，让人逻辑大乱。医生的缺位使之前的规则仿佛变成笑谈。其他房间里从未留神过的窗户，还恰到好处地映照出令我害怕的恐高元素。这一切用任何思维去推敲，都显得毫无头绪。但如果说成梦，那反倒是刚刚好。而现代医学的研究里，梦境的产生恰恰与神经的刺激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神经科里空无一物，是因为神经科的考验本就来源于没有实质的梦。思考到这里，我已经再也没有时间了。半分钟的倒计时已经只剩下短短3秒，再不做出决定，我恐怕也注定要死在神经科。在这时，过度的思索和自杀没有区别。深吸一口气后，我猛地起跑，奔向窗边，撑住窗台，一跃而下，朝着万丈深渊跌去。这是我短时间内唯一能想到的破除梦境的方法。耳畔疾风呼啸，压力冲破头皮，随着我眼前一黑。再度醒来时，我已经坐在了神经科的门口。神经科大门依旧紧闭，安安静静，就好像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可我的病号符上却分明印着5道印章，居然全部完成了。而走完5个科室，我也仅仅用了13分钟。全部项目顺利结束，我是唯一一个获得终检资格的人。走廊的另一头，一部电梯的门早已悄然打开，像是等候了我多时。我怀揣着紧张的情绪走了进去，电梯自动向上。按照规则的说法，3楼的终检将是最后一道难关。深呼吸放松后，电梯门打开，我往前迈步，眼前的一幕却让我呆愣在了原地。迎接我的居然是最开始递给我名片的主任医生。他看到我之后，先是一愣，随后摇头一笑，朝我伸出了手。欢迎归来，一山。我皱了皱眉毛，所以说你就是电梯之后的最终 BOSS， 也就是整个死亡游戏的策划者。谁知听完我的话后，他反倒是一愣，好像有些猝不及防的样子。电梯？什么电梯？你转头看看呢？我谨慎地扭头，却蓦然发现身后空空荡荡，四周被玻璃墙包围，
远处隐隐约约地露出了些影子，像是密密麻麻的小圆舱。电梯真的不见了，这算什么超自然现象？见我诧异，医生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件事情解释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但我肯定不敢自诩任务的策划者，顶多是底层执行部门的一枚小小螺丝钉罢了。你一个名牌医院的主任医师，也只是颗底层螺丝钉。没错，这个任务伟大又遥远，能在其中做枚螺丝钉也相当让人自豪了。随后，医生从头至尾地向我介绍了重生计划。这个计划由各大国牵头，共同注资打造，保密等级超越一切。2022年，华国科学家在一次偶然的生物化学实验中提炼出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物质。经检验，该物质可以注射到生物体内，提高身体的各项指标，并且能给免疫系统提供巨大推力，帮助迅速杀灭病魔。在注射之后的短暂功效爆发期内，人体的自愈能力将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专家推测，那样的状态足以杀灭癌症、渐冻症、艾滋病、狂犬病等难以克服的绝症。甚至有人提出，注射该物质后，部分动物样本产生了变年轻的微小趋势，达到返老还童的神奇功效。虽不至于让人类实现永生，但若能大规模合理使用，至少能把人类的平均寿命提升至250岁。科学界为之欢呼雀跃，兴奋地为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生机爆发因子。只可惜，随着动物实验和小范围临床试验的逐步推进，人们发现生机爆发因子也并非毫无缺陷的神药。所有体味过生机爆发滋味的动物和患者，在一段时间的生机勃勃之后，居然全都出现了突然衰老、迅速死亡的现象。研究所摸爬滚打大半年，才终于总结出了3个临时原则，约束生机爆发因子的用法。一、接受注射时，实验对象需要保持肾上腺素急速自发分泌又不致死的状态。换言之，实验对象需要长时间处于惊吓、兴奋、恐慌中。2、接受注射者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掌控力，能保持精神镇定或紧绷的状态。3、接受注射后，需要主动进行大量复杂的思考、运算、推断和想象，保持大脑超高度活跃。生机爆发因子的使用变得极其严苛。面对这样的阻碍，医生们束手无策。怎么才能筛选出符合这样条件的实验对象？精神力强度从来都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指标，更何况真有精神素质这么强大的人，又有几个愿意冒着迅速死亡的风险参与实验？至于如何制造实验环境，引导实验对象在紧张的氛围里保持冷静思考和运算，更是让人一筹莫展。神经刺激仪、梦境引导等虚虚实实的方法全都用了一遍，还是不尽如人意。这个全国各类核心人才参与的项目一度陷入停滞。直到2023年底，远在重洋之外的登国正式加入该项目。他们拿出了一份从未向世人公开的绝密成果。这项成果发掘自2020年，名为精神锁。他们认为人类的脑海里有一把锁，只要打开这把锁，就可以在精神世界里涉足别的位面、别的世界，甚至别的宇宙。虽然他们对这项技术的掌握力度尚不足1%，但已经能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操作，比如说构建一个个不稳定的临时通道，连接到不同的位面和世界。因为技术过于不成熟，这些世界往往有着混乱的底层逻辑，充斥着奇形怪状的规则约束，生死的边界也极其模糊。科学家们称之为规则怪谈世界。而这项技术简直像是为生机爆发因子实验量身打造的。只要让实验对象在注射生物爆发因子后打开精神锁，涉足规则怪谈世界，就能天然制造出一个诡异又紧张的实验场景，让实验者不停爆发自身潜力，完美契合爆发因子生效所需的精神状态。于是重生计划正式重启。顺利解决实验环境的问题后，大家便开始思考实验对象的人选，最终决定利用手中技术构筑几个相对稳定的怪谈世界，规则没有混乱到难以掌控的地步，以此作为基础考核项目。海量招募各国各地的绝症患者，组建出一支庞大的将死之人团队，以活下去的机会为诱饵，把他们投放进这些基础的怪谈世界。最终脱颖而出者，便是满足严苛的实验要求，可以长期稳定合作的优质实验对象。听完这个巨大的秘密，我忍不住长吸一口气。所以说，之前的医院规则怪谈，其实是你们对我的基础考核。医生闻言点了点头，你这样想也没错，事实上你也确实是这一批里唯一通过考核的人。那其他人呢？没有在规则怪谈里活下来，就会立马死亡？并不会，他摇摇头，以精神去涉足别的世界，就算在那边死亡，也顶多是断开和那个世界的链接而已，不会影响到现实中的肉体，顶多是会精神不振1-2年，或者昏迷3-5个月，最差的结果就是成为意识模糊的植物人。不过他挠了挠头，又紧接着补充道，参与实验者都是重症患者，在进入怪谈世界之前都注射了生机爆发因子，闯关失败也基本代表实验失败，无法消解药物的副作用，过不了多久就会急速衰老死亡。
当然，就算是这样，他们也都还有一线生机。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最后又神秘地补充道：一线实验人员提出了一个猜想，只要给实验失败的对象再注射一次远超致死量数倍的爆发因子，并且进入一个极其恐怖无序的怪谈世界，精神属性在绝境中指数性爆发，最终活着出来，就有机会彻底自愈。原来是这样，听完我点了点头。那我顺利通过了这次考核实验，胃癌也跟着治好了吗？你进入考核尾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迅速给你做检查了。医生轻轻地嗯了一声。这次实验虽然没有直接治好你的病症，但各项指标均有好转，顺利延长了你的寿命，可以算是相当成功。似乎是怕我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他搓了搓手掌后补充道：毕竟是调低了混乱程度的怪谈世界嘛，和理想的治疗状态还有些差距。对于他的话，我没有质疑，而是把话题转向了我最关心的话题，那到底要进行多少次实验，才能把我的晚期癌症彻底根治？3次，最多3次。好，我微微点头，我会听从你们的安排，再参加3次实验。那个医生闻言，似乎是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怎么啦？他苦笑着说道：如果等到你顺利走过3次实验，彻底恢复健康之后，我们还能邀请你继续参与后续各类测试项目吗？不光是为了你的身体，也是为了全体人类对抗残酷疾病和生死难关。毕竟你也知道的，符合实验条件的人并不是那么好找。重生计划是一个浩瀚的计划，各个项目需要的样本数量也相当庞大，我们真的很需要稳定的实验对象来测试各种变量、环境、逻辑、参数。当然，你完全可以拒绝我们，毕竟要一次次地注射生机爆发因子，一次次地打开精神锁，进入怪谈世界，参与残酷的求生和竞争，各种风险都在所难免。寿命急速衰竭、脑死亡、精神力衰弱、长期昏迷，以及大范围出现的碎片性失忆，风险无处不在。帮助我们，就相当于把命交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欢迎勇敢者，但也绝不会以官方的名义强迫任何人勇敢。说完这些，他拿出2份协议，摆到了我的前面，由我选择。一份规定了我恢复健康后便可离开实验基地，过正常的生活，并严格遵守保密条款；另一份则是正式加入重生计划，成为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稳定的实验对象。用理想主义的漂亮话来说，叫做先行者。我转过头，看了看远处茫茫的无数的实验员舱，没经过多久的思索，便迅速拿起了笔，签了后面那份协议。从此之后，我将走进一个个纷繁复杂的怪谈世界，认识形形色色的实验者，闯入一项项诡谲的规则中。那里将有我的星辰大海。